宇宙消失了 40%， 不是暗物质，不是暗能量，是真实的。能组成恒星和你身体的物质，说没就没了。科学家翻遍了整个可观测宇宙，动用了人类最强的望远镜，搜了138亿光年的范围，也没找到这些不见的东西。但更离谱的事情来了，宇宙竟然不是一盘散沙，它有骨架。所有的星系像珠子一样串在看不见的线上，这些线长达几千万光年，比银河系还大几百倍，存在了138亿年，就在你头顶，但人类之前从未亲眼见过。直到2025年6月，一群科学家用 X 射线拍到了一张照片，一条紫色的丝状物横跨2300万光年，温度高达1000万度，连接着4个星系团。他们说，宇宙丢失的那些东西可能全都藏在这张巨网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我们把整张网都找到，人类之前对宇宙的理解会不会被彻底推翻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件事，人类怎么知道宇宙丢了东西？毕竟138亿年前大爆炸的时候，咱们又不在场，但宇宙自己留了一张收据。大爆炸之后，大约38万年，整个宇宙冷却到了一个临界点，光第一次可以自由穿行，这道光到今天还在，它叫宇宙微波背景辐射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宇宙的出生照，上面记录了138亿年前宇宙里到底有多少物质。科学家们拿着这张收据对了对现在的账，发现对不上，已知宇宙里所有的恒星、行星、气体、尘埃加起来只占这张收据上物质总量的大约 60%， 剩下的 40% 查无此物。你可能会想，是不是算错了？没有，这张收据的精度误差只有几%，也就是说，宇宙确实生产了那么多物质，但其中将近一半不知道去了哪里。这不是一个小数字，而是10的53次方千克级别的物质消失了40%。这就好比你开了一家工厂，原材料全都进了车间，结果产品只出来了60%，剩下40%蒸发了，车间里连灰都没剩下。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最近才发现的，早在1933年，瑞士天文学家弗里茨·兹维基就察觉到了不对劲。他观测到了一个叫后发座的星系团，发现里面的星系跑得太快了，按照现在能看到的物质产生的引力，根本就拉不住它们。照理来说，这些星系早该飞散了，但它们没有。兹维基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一定有某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在拉住它们。后来他管这些东西叫暗物质。40年后，美国天文学家维拉鲁宾在研究漩涡星系的时候，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。星系外围的恒星转得太快，如果只靠可见物质的引力，这些恒星早该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飞出去了，但它们偏偏没有。2个人不同的年代，不同的观测对象，得出了同一个结论：宇宙里一定藏着大量我们看不见的东西。现在我们知道了，宇宙的成分大概是这样的：你能看到的一切，恒星、行星，你和我只占 5%， 暗物质占 27%， 暗能量占 68%。 但请注意，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失踪案跟暗物质和暗能量都没关系，丢的不是那些神秘的东西，丢的是正经的我们应该看得见的普通物质，这才是最让人抓狂的地方。那这些东西到底藏在哪儿？科学家把目光投向了宇宙网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整个宇宙就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，星系团就是网上的节点，而连接这些节点的那些丝线就是所谓的宇宙丝状结构。这些丝线有多长呢？短的几千万光年，长的上亿光年。暗物质在其中充当了骨架的角色，它的引力把弥散的气体束缚在这些长长的丝线里。科学家的超级计算机模拟显示，宇宙中超过一半的普通物质就藏在这些丝线当中，以一种极其稀薄的热气体形式存在。这种气体有个名字，叫温热星系际介质，但问题是它太淡了，淡到几乎不可能被探测到。从2005年开始，科学家们就在试图拍到它。NASA 的钱德拉 X 射线望远镜曾经在星系之间拍到过2团模糊的气体云，但信号太弱了，无法确认。
2012年，哈勃望远镜通过分析背景星系光线的扭曲，间接推断出了一条连接星系团的丝状结构，但这依然不是直接看到。2014年，加州大学的团队终于拍到了一条巨大的氢气丝状体，直径将近200万光年，但前提是它被一个类星体像手电筒一样照亮了。换句话说，不开灯你还是什么都看不见。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5年，荷兰莱顿大学的科学家米加斯带领一个欧洲团队，使用日本的朱雀 X 射线望远镜和欧洲的 XMM 牛顿望远镜，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。他们在不依赖任何外部光源的情况下，直接通过气体自身发出的微弱 X 射线，拍到了宇宙丝状结构的完整图像。这条丝状物位于夏普利超星系团中，连接着4个星系团，横跨2300万光年，相当于230个银河系排成一排，质量是整个银河系的10倍，温度高达1000万摄氏度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们测量了这条丝状物的密度和温度，发现跟我们最好的宇宙学模型预测的完全吻合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那些丢失的物质很可能真的就藏在这张宇宙大网里，你看不见它，不是因为它不存在，而是因为它太淡、太热、太弥散了。它像一层极稀薄的薄雾，弥漫在星系团之间几千万光年的空旷地带里。你的望远镜再强，对着一片几乎什么都没有的空间，也很难捕捉到什么信号，但它就在那里，一直都在。不过一条丝状结构还不够，要验证我们的宇宙模型是否真的正确，我们需要看到更多的丝线，最好能把整张骨架都拼出来。这就是欧几里得太空望远镜存在的意义。2023年发射的欧几里得正在对1/3的天空进行巡天观测，截至2025年3月，已经覆盖了大约2000平方度的天空。它的目标是通过测量数十亿个星系的形状和位置，绘制出一幅暗物质的3维分布图。有了这张图，科学家就能精确定位那些暗物质丝状结构的走向，然后再派 X 射线望远镜去搜索上面的热气体。到2026年底，欧几里得的第一批宇宙学数据就将正式发布。如果一切顺利，到2030年左右，我们或许就能回答一个困扰人类近1个世纪的问题：宇宙的账本到底对不对得上？如果对上了，那将是大爆炸理论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验证之一。如果对不上，那就说明我们对暗物质的理解、对引力的理解，甚至对宇宙起源的理解，可能从根本上就有问题。但不管结果如何，有一件事已经确定了：宇宙有骨架，它不是一盘散沙，不是随机的混乱，而是一个精密的、有结构的、有层次的巨大网络。你、我、地球、太阳系、银河系全都挂在这张网上。这张网比任何人类能想象到的工程都要宏大，它存在了138亿年，我们却刚刚开始看到它的模样。而你现在知道了一件大多数人不知道的事：你脚下的这颗星球不是漂浮在虚空中的一粒尘埃，它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的，那根线连着整个宇宙。